富贵竹千万别水培，小心犯了风水大忌，花不旺，运也不旺。很多花友们喜欢在家里水培富贵竹，一是水培比较方便，二是在我国传统的风水中，以水为财，所以水培富贵竹的寓意更加好。那么是不是只要水培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好运气呢？养护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禁忌呢？别走开，接下来给到你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就从养护和风水两方面介绍一下水培富贵竹的禁忌。禁忌一，水污浊。水就是家里财的象征，所以家里有水培植物的时候，水干净则财运旺，水污浊则财运衰。所以如果水变得污浊不堪，相当于锐物进秽物，这在风水学上是大忌。往小了说，水不好，富贵竹肯定养不好；往大了说，富贵竹都没长好，又怎么可能带来好运呢？所以水培富贵竹也好，水培其他植物也罢，一定要保证水质的清澈。除了保持水质干净以外，想要花旺人、花旺运的话，那么就一起先学习怎么把富贵竹养好吧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富贵竹，拿到家以后要剪掉茎秆最底下的一节，然后除了要把黄叶枯叶摘掉外，还要摘掉将近1/3的叶子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最大限度的减少养分的消耗。接着我们要清洗根部，然后把茎秆斜着切成45度。这一系列操作后才可以放进花瓶里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护要点，那就是花瓶的水位不能太高，因为水位太高会影响植物的通气以及呼吸，进而导致富贵竹黄叶腐烂。水位虽然不能太高，但也不是越低越好，因为太低的话就会造成头重脚轻、花瓶翻倒的危险结果。为了防止翻倒，我们可以提前在花瓶里放一些好看的鹅卵石来保证重心。有的花友可能会想问，我也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呀，怎么我的富贵竹就是迟迟不发根呢？其实这个诀窍在于温度，温度保持在15度以上才是富贵竹发根的前提条件。拯救办法就是把富贵竹拿出来，水下浸泡的部分先剪掉，然后放在偶尔有光照的地方继续幼根，一般15天左右就能生根。除了保持水质干净，做到基本的养护基础外，想要发挥很好的风水作用的话，以下这些禁忌也一定要知道哦。禁忌2，泡烂根。养护富贵竹的第二个禁忌就是不能让根部烂掉，因为根部烂掉相当于根基受损，映射到家里的运势上，就可能会出现霉运连连的现象。所以当我们发现富贵竹烂根以后，一定要及时清理，避免细菌进一步滋生而后发霉发臭，这是很大的忌讳，特别是做生意的人，很容易带来破产的灾难。那富贵竹为什么会烂根呢？要说原因的话，最主要的是因为水位太高。其实关于这个水位有一个黄金比例，那就是水位不能超过没有茎秆部分的2/3，大概就是距离平底15至20厘米左右的地方。按照我说的这个比例来试试，保证你的富贵竹白花花的根系长不停。除了水位以外，富贵竹另一个烂根的原因是掉落的叶子泡在水里不清理，叶子泡烂后就会产生细菌，然后传染到根部，造成根部腐烂。你知道吗？水培富贵竹要想养得好，摆放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要看心情，想放哪里就放哪里哦。随便乱放的花友请回复1。摆放位置，想要让富贵竹催财效果更理想的话，一定将它放在家里的财位上，但不要以为财位上放的越多，催财效果越好，要注意数量上是有要求的，这个后面详细再介绍一下。那么家里的财位在哪里呢？一般家里的财位都在进门处对角线的位置。除了财位以外，富贵竹放在文昌位上的话，有利于学业和事业运。还有一点最让人惊喜，一般的植物都不适合放在卫生间，但是富贵竹可以放在卫生间，不但能净化空气，在风水上还有解煞的作用。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高档的酒店卫生间里面都会摆放富贵竹的原因。有可以放的地方，就有不可以放的地方，比如家里的电视机旁、空调和风扇经常吹到的地方，以及阳光太强的地方，都是不推荐的位置，因为这些位置极其容易导致富贵竹干枯发黄，这就违背了养富贵竹的风水基础。说到富贵竹黄叶，除了摆放的位置，养护上需要注意下面4个技巧。第一，
富贵竹虽不喜强光，但长期缺少光照的话，也会导致叶片发黄，所以偶尔也要让它享受一下日光浴。第二个原因就是通风不畅，新鲜空气没有的话，细菌就会滋生，就会引发褐斑病、黄化病等疾病，慢慢的叶子就发黄枯萎了。第三个黄叶原因则是施肥过多，很多花友总是担心自己的绿植吃不好，一个劲的施肥，然后就出现了新叶顶端干褐色以及叶片凸凹不舒展的情况，殊不知就是施肥太多。这种情况马上用清水清洗根部并换水。施肥过多会黄叶，养分不足也会黄叶。第四个要说的黄叶原因就是缺少铁元素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教你一个小妙招，轻松解决富贵竹黄叶问题。可以在家里找一个铁钉，放到花瓶里面，给富贵竹补充铁元素，这样就解决了黄叶的问题。其实养护富贵竹不黄叶并不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目标是要养到它开花。不开花就起到了很大的风水作用，那么养到开花就别提作用有多大了。下面就介绍几个妙招，帮助你把富贵竹养到开花。富贵竹开花，首先富贵竹想要开花有2个必要条件，第一个是一定要土培，第二个一定要养护2年以上。一定要土培的原因是因为水培虽然好处多多，但是土培提供的养分是水培比不了的。除了土培外，一定要保证适宜富贵竹生长的温度，也就是16至25度，特别注意不要忽冷忽热的剧烈变化，这样就算长出花苞也有可能掉落。当然任何植物开花养分一定要充足，所以土培富贵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3个月左右就施肥，而肥料也不用特别买，可以把家里的垃圾再利用，比如过期的综合维生素片兑水稀释后用来浇水，效果跟复合肥有一样的神奇功效。最后要说的就是浇水的问题，富贵竹喜欢湿润的土壤，只有常年保持微湿的环境才能促使它开花。所谓微湿，就是用水摸一下盆土，如果感觉潮乎乎的就刚刚好。富贵竹不是属于观花植物，所以它的开花不是必然结果，所以有一定的玄学因素。很多懂风水的人说，能把不是观花的植物养到开花，运势一定不会差。但也不要担心，不开花也并不代表我们运势不好，花花祝愿大家都有好运气。前面说到，富贵竹虽然有风水作用，但也不是越多才越旺，养几根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。富贵竹的根数，一般水培富贵竹可以养4根，4代表金，金生水，除了4以外，6根和8根也是客厅财位的选择。而家里的文昌位上，富贵竹的数量以5根为宜，可以用4根长的搭配1根短的。但如果想放在书房里面的话，建议放9支，有功成名就的寓意。通过上面的介绍，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，水培要养得好，才能带来更好的风水作用。而平时养护时，如果期待风水作用，要注意摆放的方位、养护的数量等，才会有效果。上面就是今天介绍的水培富贵竹禁忌的内容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